很多中国人以为欧洲人情感生活很丰富，很容易出轨。在德国工作1年，差不多就是等于在中国工作一生。有一个病叫做巴黎综合症。Hello， 大家好。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来到欧洲之前，以为欧洲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很浪漫、干净，大家的生活都很好。来了之后呢，我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今天想用很慢的中文跟大家分享我来到欧洲之后发现的几件和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欧洲浪漫化了。在我这一代人的眼中，欧洲就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里面的那个样子，所有的房子都很老，很漂亮。那个时候中国比较穷，和欧洲的差距非常大，所以有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眼里，欧洲一切都很好，中国一切都比不上。只要听到欧洲都会觉得又干净又漂亮。比如说我小时候只要听到有人从欧洲回来，就会好羡慕他们可以出国，可以去欧洲。如果他们带了一些欧洲的纪念品，比如说巧克力回来，我就好想吃，好想试一试，觉得那个肯定比中国的好吃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病叫做巴黎综合症，这是在形容日本人去了巴黎之后的那种失望的感觉。就是本来心目中巴黎就是浪漫的、美丽的城市，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好像到处都是垃圾，还不是很安全。所以很多日本人出现了比如说呕吐或者头晕等等的症状，这个就叫做巴黎综合症。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但是能够描述一些这种失望的感觉。比如说在中国，很多文章都会说，比如说青岛的下水道的系统是德国修建的，这就是为什么过了100年它依然如此的好用。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可能90年代00年代中国的媒体把欧洲宣传得太好了，让人们对欧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当你真正来了欧洲之后，你会发现可能巴黎的地铁里面有尿的味道，走在路上会担心有人抢你的钱包。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里面也有很多自行车，或者是巴塞罗那的路上会有很多人问你要不要买毒品等等，这些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个误会就是很多中国人以为欧洲人情感生活很丰富，很容易出轨。这个是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亲戚都会这么想，会这样问我。而且我妈妈在知道我和欧洲人谈恋爱之后，她就不太开心，她会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太忠诚，会有这样的担心。这个可能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看过的欧洲的或者是英国、美国的电影吧，很多都是浪漫电影、爱情电影，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出轨的情节，或者是有不同的女朋友谈恋爱的这方面的情节，就会让中国人觉得原来他们对爱、对性的态度是这么开放的呀。在那个时候，中国非常非常的保守，婚前性行为是很少的，而且是会被社会所不接受的。小的时候以为要结婚了才会比如说牵手或者接吻，所以我之前看到比如说
男女朋友一起出去旅行，一起住酒店或者接吻什么的，我小时候都会觉得他们男女朋友怎么能够这样，要结婚了才可以呀。所以那个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年代大家的想法。我来了欧洲之后发现这个也是被我们夸大了，尤其是在出轨这个话题上，我反而觉得欧洲人对于出轨的态度更加的正直，更加的忠诚。就是如果说我喜欢上了别的人，那么我会直接的诚实的告诉你，而不会骗你。但是在中国好像反而出轨的情况很多，大家更加不愿意去很直接的去交流。我身边的经历也是这样的，就是觉得中国人出轨的反而好像更多，因为大家不愿意去谈论这些事情，不敢去告诉对方我爱上别人了等等。但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出轨了好几次，但是我当时觉得出轨是感情生活上的问题，但我和你做朋友，我和你的感情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我依然可以和你做朋友。但是我来了欧洲之后，我身边的朋友告诉我，欧洲人很多会认为，如果你出轨，就说明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因为你会欺骗，你不诚实，所以我会觉得你的人品有问题，那么我就也不会和你做朋友了。这一点让我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改变了一些我之前的想法。我渐渐地发现，欧洲人其实并不是在情感上随便，反而他们是很认真的。当决定了要进入一段感情之后，是会投入很多，会努力的让这段感情走下去。这个和我最开始的想象也不太一样。第三个误会就是原来没有西餐呀。这个美食的文化和我之前想法非常的不同。在中国，我们会把西方的美食一起统称为西餐，所以在中国现在可能会有，但是在我小时候是肯定没有什么西班牙菜、德国菜、意大利菜、英国菜等等，就只有西餐。而西餐是什么呢？就是牛排、意大利面、披萨、鸡翅、沙拉和奶油汤。在我小时候，牛排、披萨还有沙拉、烤鸡翅以及奶油汤一定是在一个西餐厅里吃到的，但是你在欧洲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餐厅能够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吃到，所以这样的餐厅在欧洲是没有的，还挺有意思的。就跟我自己来到了欧洲，发现居然到处都是亚洲菜一样的一种惊讶的感觉。怎么会有亚洲菜呢？每个国家的菜都很不一样，怎么会有亚洲菜这种东西呢？所以其实这个逻辑是一样的，也不会有西餐这种东西。但是我小时候就只知道西餐，不知道西餐也分为很多不同的国家。还有一个美食方面和我想象中很不同的是，我以为德国人在家就会做德国菜，法国人在家做法国菜，英国人在家做英国菜，挪威人在家做挪威菜，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在家就做中国菜，四川人在家可能也会做四川菜。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想法。没想到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做意大利面呀。我在德国还有挪威、意大利等等地方生活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来的人都会做意大利面，而不一定会做自己国家的菜。这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意大利面到处都有，披萨也是到处都有。第四个和我想象中很不同的是，原来不是所有欧洲人都说英语呀。在中国，大家就会觉得欧洲人应该都说英语吧，大家英语都很好吧，至少。但是来了欧洲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有几个国家的英语非常好，比如说荷兰、德国、
北欧的那几个国家等等。但是有的国家的人，他们并不一定喜欢说英语，而且自己说的也不一定就是流利的，而且就算是在说英语很好的那几个国家里面，也是年轻人说英语比较好，老年人也不一定能讲英语。所以这个和我之前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我们之前以为看到一个外国人，那他一定英语就很好，不像我们中国人英语都很差。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中国人的英语有口音，中国人有很多语法错误。我出来了才发现，中国人的英语也没有那么差，你能听到很多口音更重的英语，你能听到很多语法错误也很多的英语，所以这个很正常，能交流就好了。在中国，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人，他在中国教英语，而我知道他的英语并不是完美，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也能教英语。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刻板印象，大家觉得你长了那张脸，你是欧洲人，那你英语一定很好，所以哪怕是他英语没有那么好，他也能在中国当英语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刻板印象所造成的不公平吧。最后一个和我想象中不同的是，欧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很发达。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德语老师跟我讲，他在1992年的时候从中国到了德国去留学。那个时候中国和德国的差距非常非常大，真的是天和地的差距。比如说1992年的时候，大家的工资在中国可能一年就$400的样子，但是在德国可以达到$20,000，中间会有50倍的差距。在德国工作一年，差不多就是等于在中国工作一生，这个差距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所以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欧洲太发达了。我的老师跟我说，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有自己的宿舍房间，有自己的浴室，还有厕所等等。这个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得去房子外面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去上厕所洗澡，而且很可能很脏。这个是我小时候还有包括我中学的时候也听到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出来之后发现，德国人怎么还在写信？为什么不是网上完成一些工作，而是全要通过收信呢？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信这种东西了。为什么德国的居留卡要申请半年以上才能拿到呢？为什么德国火车这么不准时，天天晚点，甚至还取消？不仅火车，城市的公交车还有地铁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走到哪里都还在用现金，以及现在夏天都要热死了，但是房间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空调。这些都是来欧洲之前没有想到的，好像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欧洲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欧洲实在是有太多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想象，这个滤镜有点大，而不是真实的。我觉得每个地方一定是有它自己的优点缺点，甚至都不一定是优点和缺点，只是一些不同的生活的状态而已。两边各有各的好和适合的人。我现在就觉得我还反而很适合很喜欢欧洲的生活，哪怕说有的东西和我想象中并不一样，我也并没有觉得失望，而是觉得很新鲜很特别。我很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相反的感觉，或者是反过来你们来到中国有没有什么觉得和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的东西，一定要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如果你们对中国相关的
慢速的视频感兴趣，可以到我的频道去看这些视频。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有你们的支持，这个频道才能继续。谢谢你们，拜拜。